问一下大家是否有听过财务自由这个词呢？那什么是财务自由呢？是指存了一笔钱让你退休后无后顾之忧吗？若是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，那笔钱的数字要到多少才够让你无后顾之忧呢？或许问到这边，可能很多平常没想过的数字就漫天飞舞起来了。当你看着这些数字时，你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呢？当我还是个初入职场的小毛头，且还没接触过理财的相关内容时，我想到这些数字只有一个感受，就是绝望。若你跟当初的我一样开始感到绝望时，请先暂停一下，让我们先来看看财务自由的定义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世界上常用的定义。富爸爸穷爸爸大家都听过吧？这本书里的定义是，当被动收入大于生活支出的2倍时，就达到财务自由了。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的定义。退休金准备到位，孩子有足够的经费接受良好的大学教育，更加慷慨地奉献出时间、才干与钱财为主使用。这两者的定义有什么不同呢？最大的差异是财务自由后的目的。后者强调财务自由的目的是让我们有更充裕的时间、才干与钱财可以为主使用，而世界上常用的定义是没有强调这个部分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大家应该有比较清楚什么是财务自由了吧？接下来一个重要的疑问想必会出现在大家的脑海里，那就是要如何达到财务自由呢？在这本书里谈到达到财务自由有4个大步骤。步骤1，理财先理心。箴言4章23节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们最大的不同是，我们在做任何事前会更看重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也就是动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这样看我们的。耶利米书17章第10节。所以在我们谈财务自由前，要先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在书中谈到3件事是我们谈理财前必须先建立在我们的心中。1，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也就是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。2，要明白世界万物都是属于神的，包括得获财、赚钱的能力，我们拥有的只是神托付给我们的。3，要明白我们的角色不是钱财的主人，而是神的管家。当我们将心中的动机定位清楚后，接下来就来谈更具体的理财内容。步骤2，理财的方式。书中整理出的理财方式总共有5种：控制支出、免于负债、慷慨奉献、储蓄及投资、遗产规划。这5项中最重要的就是第1项，控制支出。那要如何控制支出呢？编制预算是控制支出的好方法。步骤3，拟定支出预算计划，具体方法。拟定支出预算计划共有6个步骤。1，选定开始日期，进行30天的收入及支出资料收集和记录。2，当达到2周或1个月后，将记录翻出来，进行分类和估计这个月的支出情况。3，持续进行到6个月后，进行半年度支出情况统计。4，继续进行到1年，以年度为单位，完成支出计划的初稿。5，依据收入情况调整支出计划。6，周期性评估，依据收入、职业及家庭变动进行调整。到第4步时，你已经完成了支出预算计划的内容了。接下来的2个步骤是对计划内容微调和依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到这边，你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自己的财务状况。要先能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，才能继续进行后续的理财行动。箴言27章23节。步骤4，达到财务自由7步骤。这里提到的7步骤是依照书中提到的冠冕财务施工的建议调整而成的，而这7个步骤实际上作者建议是当作理财的7个目标点更贴切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7个目标点是什么，以及我们要如何透过这7个目标点达到财务自由。目标点1，储存约2周基本生活费用的应急基金。2016年10月，美国的一个报道指出，美国人中有70%人口的银行存款是不足1000美元，约32341台币，2016年3月的汇率。试想一下，若这个数字就是你现在的存款数字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细思极恐啊！若是临时有个大的支出产生，你几乎是无法负担的。因此，作者建议理财的第1个目标点就是先储蓄2周的基本生活费用应急基金。当你有了这笔储蓄之后，才有办法再往前迈进。目标点2，将应急基金增加到1个月生活费用，并付清信用卡债。当你完成第1个目标点后，接下来就可以把目标点设到1个月的生活费用应急基金，同时也要努力付清信用卡债。若是有欠过信用卡债的人，应该会听过一个词，
循环利息，也就是当你的卡债还存在，基现的部分将会被银行多收一次的利息。只要你还存有卡债，银行就会每月按基存的卡债额度收取利息。这表示你的卡债存在越久，你被收取的利息就越多。到最后，你努力想缴清的债务，最后可能都只是缴清利息而已，而本金可能连动都没动到。所以，当你能完成1个月的应急基金储蓄目标时，也请努力还清信用卡债，若是有的话。目标点3，将应急基金增加到3到6个月生活费用，并付清所有消费型贷款。假设你已经有了1个月的应急基金，并且还清了卡债，接下来你就可以继续挑战更高的目标，将应急基金的金额累积到3至6个月。这个数字是依你的收入是否稳定决定，越稳定数字可以小些。储蓄3到6个月的应急基金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因应异常需要，例如失业、意外事件或家里有较大的家电需要维修或更换。当你的账户里有这笔钱时，就较不用为这些异常需要所扰，可以继续过正常的生活。在目标点3里提到一个词，消费型贷款，不知道大家是否清楚这是什么？作者举了几个例子，例如汽车贷款、家具分期及学生贷款等，这些都是属于消费型贷款。问问大家，房贷算是消费型贷款吗？答案是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房贷的金额相对庞大，并且还款期限很长，15至30年。台湾有少部分银行甚至提供40年的还款期限，因此房贷不是一笔短期间内可以马上还清的贷款。当你达到目标点3时，基本上你的基本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，既有足够的应急基金可以应付生活所需，也无债务追着你跑。接下来你就可以抬起头来，向着更远大的目标奔跑。目标点4，为大件项目的购买而储蓄。从目标点4开始，就准备要加速投资了，而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购买大件的项目。那什么是大件项目呢？大件项目指的是需要较庞大金额及期限较久的项目。到这边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？是的，前面刚刚提到的房贷就是属于大件项目。除了房贷外，还有几个项目也是属于这个范畴，包括退休基金、孩子的大学教育基金和创业基金，若是有需要的话等。这些都是目标点4的储蓄标的，请依照你想购买的大件项目设定目标吧。目标点5，购买房子及开始投资。当你在目标点4达到储蓄目标，而其中一项若是房子时，目标点5就是以购买房子为目标。但这里提到，购买房子前首要动作是祷告和等候，因为购买房子牵涉金额较庞大，且还款期限长，并且是要长期使用的，所以购买房子需要特别用心去祷告和等候，好买到能够负担且理想的房子。至于投资，由于内容复杂且是重点项目，将摆到下一章再详细讨论。目标点6，付清房贷及遗产规划。从目标点5到目标点6，很可能会花费你长达几十年的时间，基本上就是从你进入职场开始到快退休前为止的这段时期。到目标点6时，你的人生已经差不多进入了下半场，能够尽早还清房贷，并且应该开始进行遗产规划，以免当你离世后，这些遗产归属造成子孙们的纷争或麻烦。目标点7，达到财务自由。当你完成前面6个目标点时，你已经拥有足够安全的财务规划了，无论是债务已还清，或是有足够的退休金规划和孩子的教育基金等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到了这一步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你，或是已经准备好退休金规划的你，就可以准备退休了，并且开始领取定期的退休金。这时候的你不再需要依靠工作的薪资，就可以安稳度日。恭喜你，你已经达到财务自由了。假设大家最后都达到财务自由了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当你达到财务自由后，你想要做什么呢？这个问题若是拿到非基督徒当中去问，得到的答案可能是实现自己的梦想、环游世界、买想买的东西，或理想一点的可能是捐钱给非营利组织、做公益活动等。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，就是追求金字塔的最顶端，自我实现。但若是你自己呢？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？回到书中所提到的财务自由的目的，当我们达到财务自由后，也就是我们可以对退休后的生活无后顾之忧，也可以不用对孩子的教育经费烦恼。这时候的你有一个更棒的选择，就是把我们充足的时间、才干和钱财奉献给主。在韦敏斯德信条第1条中提到，人生最高的目的是荣耀神和以神为乐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追求财务自由的目的会是与这世界不同的。我们追求的不单是自己在地上的生活能够无忧无虑，更是要追求能荣耀神和以神为乐的人生，
这是让我们能成为世界上的光和盐的最主要原因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马斯洛需求理论应该还有再上一层，就是龙神异人，而这个部分就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该努力追求的。最后，祝福大家都能够财务自由，并达到人生最高的目的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